各位路人甲乙丙丁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来谈土壤性质的关系式。那在前几集我们已经交代了如何去得到第一手的土壤的定量资讯，也就是这9个人嘛。然后我们又说明了如何用这9个人去拼凑出土壤性质的定义式，也就是上面这堆人。那很不幸的是，考试的时候这堆人他的定义式你都必须要自己背。考试并不会给你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是这堆人在上面的这个叫做关系式，也就是说如何从这个人直接跳到这个人，或是从某个人直接跳到另外一个人身上，他们之间的数学关系是什么？那其实这边已经开始有万花筒效应的陷阱。所谓的万花筒效应呢，就是一种在公式上面叠床架屋，再产生新的公式的一个考生最怕的一个事情。譬如说，我们看第一个式子 n 等于1加1分之一，也就是可以直接从这个 n 跳到这个1嘛。那另外这个 w 呢，就告诉你它可以用 s1 和 gs 3个人去拼在一起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背得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出错。所以在我的频道，我建议各位不要去死背这5个人。如果考试遇到的话，我们尽量是把它回归成基本参数以后，再来求解。那这样其实有至少2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是考试的时候，它有可能考关系式的证明。那它如果要考证明，你就不可能直接死背嘛。那第二个好处是，你如果没有靠关系式的背诵去解题的话，你就不会有关系式不小心背错的风险。那关于详细的解题脉络，在下一集我们会交代。总之就是现在我们就不要去背这5个人。那我写在这里只是给各位做参考。那当然你一定会问说，老师，我至少想知道这5个人是怎么来的嘛？好，那其实在这边先证明第一条公式怎么来，然后剩下4条你再回去练习。我们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所有第2层的东西呢，全部用第1层的东西写出来，然后做比较。譬如说，今天 n 等于这个人，也就分成左边和右边嘛。那左边这个呢 ，n 照定义式去写就是 vv 除以 v 嘛。然后右式这个看起来很奇怪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知道1等于 vv 除以 vs， 所以我们就把它全部写成这样一个更简单的第1层的形式。然后我们再把分母通分以后，再把上下相消，得到这个。然后我们又知道 vv 加 vs 就等于总 v 嘛。于是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左式和右式都是长一样的人，所以就得证了这一条公式是对的。那这个做法也请各位自行去练习，剩下2、3、4、5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拜拜。